欢迎来到中华史略，我们将为您呈现一段全新的历史旅程。建安24年8月，在并没有得到明确授权的情况下，关羽擅自带兵攻打由曹操征南将军曹仁驻守的襄樊，将曹仁围困于樊城，将军吕长围困于襄阳。由于曹仁没有准备，再加上汉水暴涨，关羽水军优势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，将曹仁打得落花流水。厉将军庞德奋力与关羽交战，全军覆没，仅剩下3人，4人乘小船突围，船只倾覆，被关羽俘获，宁死不降。关羽将其斩首。44年后，公元263年，庞德的儿子庞会跟随钟会、邓艾征伐蜀汉，攻入成都后，为父报仇，带兵将关羽一门尽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襄樊之战从当年8月打到年底，历时近半年。在此期间，曹操、孙权两方都兴师动众调兵遣将，信使往来络绎不绝，而刘备一方却没有任何支持援救的举动，一兵不发，一声不吭，实属怪异之至。唯一能够解释这个情况的理由是刘备没有进攻襄樊的战略部署，也就是说，进攻襄樊是关羽自作主张的个人行为。刘备颇为不满，准备让关羽自生自灭。刘备封关羽为前将军、假节钺。在汉朝，假节钺规格极高，可带军出征，并拥有斩将之权。由于长期镇守荆州、曲州、攻汉中这些重大战役，关羽都没有机会参与。以关羽的骄横之性，没有处于事件的中心，成为焦点会使其倍感冷落，完全做得出打襄樊争取功劳，以证实自己前将军假节钺不是浪得虚名的鲁莽行为。不然，刘备为什么对襄樊之战视若罔闻，不援不救？救援关羽的方式多种多样，不一定非得出兵到前线，可以虚出汉中牵制曹军，可以派兵进驻南郡填补后防，可以严令附近驻军全力支援。刘封、孟达、糜芳、傅士仁等如果接到刘备的严令，不可能不出兵救援。无论采取哪一种，都可以减轻关羽的压力。从实力的比较来看，无论救与不救，关羽最终都会失败。但如果刘备有所救援，关羽不至于失败的那么快，也许关羽还不会被擒杀。章太炎先生由此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，认为刘备不救援关羽是因为关羽功多而无罪状，除之则不足以验人心，不除则亦是所不能御，这才不惜以荆州之权土假手于吴，以殒关羽之命。需要澄清的是，章太炎认为是诸葛亮借刀杀人，这是不准确的，主谋只能是刘备。刘备在世期间，政军大事始终是钱刚独断，诸葛亮无从指挥。关羽不顾大局擅自做主的个人行为引起了刘备的猜忌。与关羽30多年的交往，刘备非常了解关羽桀骜不驯的性格，也非常清楚除了自己没人能够驾驭关羽。帝王为保证家天下政权的稳定性和延续性，为后代清除权臣的行为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，刘备也不例外。不光为刘禅除了关羽，还听从诸葛亮的建议除了义子刘封。诸葛亮的理由是律风刚猛，议事之后终难治愈，劝先主因此除之。关羽比刘封更加刚猛，陈寿对关羽的评价就是与刚而自矜。更为严重的是，关羽有善待祖武而骄于士大夫的性格特征，更难驾驭。朱元璋诛杀功臣的理由不也是为后代减除麻烦吗？凭关羽一己之力是很难攻下襄樊的。曹操派平寇将军徐晃前去解围，在徐晃还没发起进攻前，又派徐商、吕建等告诉徐晃，必须等到援军全部到齐后才进攻。紧接着又先后派出殷蜀、朱盖等12营将士去听从徐晃的指挥。等到各路援军到齐后，徐晃猛攻关羽，曹仁也趁机突围而出。关羽兵败打算逃回荆州时，发现荆州已经落入孙权之手，无家可归，只好西走麦城，今湖北省当阳市两河镇境内，准备进入益州。孙权派偏将军朱冉、潘璋截断关羽退路，在临掬（今湖北省襄樊市南漳县）与嘉实（今湖北省远安县境内）之间拦住败逃的关羽。潘璋的司马马忠率兵抓获了关羽及其儿子关平、都督赵雷等，立即斩杀。有3件事可以证明关羽进退无方，对胜利和失败都缺乏正确的应对之策。第一件事，纵兵抢粮。水淹七军，取得辉煌胜利，但却带来俘虏过多，没有足够军粮供应。
在附近的乡关口有一座孙权的粮仓。关羽不是派人去找孙权协商借粮，虽然借与不借在孙权，但作为结盟双方，关羽有要求孙权放粮的理由，孙权也有帮助关羽的义务，于理于情都应该是先礼后兵，但关羽却擅自派兵去抢。孙权忍无可忍，命令吕蒙立即施行夺取荆州的原定计划。这也可以作为关羽战前准备不足，冲动攻击襄樊的一个旁证。第二件事，没有及时果断的撤兵。在曹仁死守，徐晃大批援军抵达，而自己没有后援，赖以取胜的汉水水位快速下降的不利情况下，应该及时果断的撤兵。在关羽取得大胜之后，司马懿就向曹操建议，以长江以南的地盘为诱饵，引诱孙权，让其偷袭关羽的后方。恰好此时孙权自己送上门来，写信向曹操称臣，并表态以偷袭荆州、解襄樊之围来为曹操效力。但孙权担心背上毁盟的罪名会遭到刘备的报复，就提了个要求，希望曹操对此事保密。聪明的曹操自然不肯替孙权背黑锅，接受谋臣董昭的建议，让徐晃在将孙权要偷袭荆州、解襄樊之围的信射进樊城曹仁营中时，也故意射到关羽营中，目的是要让关羽知道这件事是孙权自愿所为，将来不要把这笔账算在我的头上。而关羽看到这封信时，居然不相信，还认为江陵、公安在自己部将手中，又舍不得放弃自己觉得就快要攻打下来的樊城，犹豫不决，失去了撤兵的最佳时机。第三件事，撤退时放任士兵与后方保持联系。关羽撤退时，江陵已经被吕蒙攻下，关羽及其手下将士的家属大部分集中在江陵，吕蒙严禁士兵骚扰侵害，不惜杀掉一个违反此令的老乡士兵，不光是保护，还嘘寒问暖，提供衣食，送医送药，其目的就是要瓦解关羽前方将士的军心。而关羽不明就里，居然派人与吕蒙联系探望，对联系探望回来的士兵又不知约束，放任他们到处宣讲家属安全。吕蒙仁慈，军心果然受到极大的损害，不断有士兵逃跑投降，到最后关羽身边所剩士兵屈指可数。关羽善待士卒的好心反而给自己种下祸根。如果关羽有足够的士兵，突围也不是没有可能，怎么可能会被一个无名小卒擒获？荆州是刘备找孙权借来的，孙权一直耿耿于怀，多次找刘备讨还荆州。刘备到嘴的肥肉怎么会轻易吐出来？就找各种理由不还。建安20年，公元215年，孙权忍不住了，想以武力夺回荆州，派吕蒙攻占长沙、零陵、贵阳。此时刘备还在益州，立即率兵回救荆州，双方剑拔弩张，大战一触即发。曹操在这个时候征讨张鲁，进攻汉中。刘备担心益州有失，忍痛以土地换和平，与孙权平分荆州，以湘水为界，分江夏郡、长沙郡、贵阳郡属孙权，分南郡、零陵郡、武陵郡属于刘备。关羽镇守的荆州实际上就是此三郡。此前关羽与鲁肃在益阳对峙时，鲁肃还做了最后一次努力，提出与关羽谈判归还荆州问题。为打消关羽安全上的顾虑，鲁肃特地声明，谈判地点在双方阵线的中间，所有参会的人一律单刀赴会。这就是有名的单刀会。《三国演义》里着力渲染关羽单刀赴会的豪气，真相却是两个人都是单刀赴会，都有豪气。其实真实的鲁肃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俊杰，占据荆州和结盟东吴都是刘备一方的重要国策。早在刘备三顾茅庐恳请诸葛亮出山时，诸葛亮的隆中对里就提出来并得到刘备认可和执行的。作为镇守荆州的方面大员，关羽成为执行这2个国策最重要的人物，这也是关羽最重要的职责。可是关羽却一错再错，丢失荆州，导致后来诸葛亮北伐时只能独立从益州进军，与隆中对里荆州、益州同时出兵北伐的战略规划大相径庭。吕蒙一直认为关羽性颇自负，好凌人，可以利用这个弱点找到攻击关羽的机会。早在鲁肃还未病逝前，就向鲁肃提出了偷袭荆州的策略。鲁肃死后，吕蒙代替鲁肃驻扎路口，与关羽为邻，表面上与关羽被修恩厚，予以结好，实际上一直在悄悄整兵，准备夺取荆州。孙权也一直支持吕蒙的行为，而这一切关羽都毫不知情。
也丝毫没有准备。敌军主将更换，居然不去了解此人情况，侦察敌军是否有所变动，不知彼安能胜彼。吕蒙回建业养病时，让年轻有为但还未声名远播的陆逊接替自己，消除关羽的警惕。陆逊不负孙权、吕蒙的重托，上任之初就给关羽写信，一方面故意示弱，继续麻痹关羽，一方面吹捧关羽，使其骄傲轻敌。关羽再次上当，彻底放松了对东吴的警惕。关羽一次次的中计，也说明其只是个有勇无谋的匹夫。驻守在江陵的南郡太守糜芳和驻守公安的将军傅士仁，一直都讨厌关羽平时对自己的一贯轻视。联系起关羽连马超、黄忠都不放在眼里的行为来看，瞧得起这些人倒还反常了。自从关羽出兵后，这二人就只给关羽提供一些军需物资，从不派兵增援。非常时期，关羽不是想办法晓之以情、动之以理，而是恐吓威胁，表示回来后一定要惩处这二人。这二人心里害怕，十分不安，加上江陵城失火，军械库被烧，连军需物资都不能如数提供给关羽了。吕蒙白衣渡江，利用这二人的恐惧心理，秘密劝降二人，兵不血刃地占据了这二人管辖的地方，导致关羽后方丢失，无路可退。《三国志·关羽传》注引《蜀记》记载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节：徐晃率12营军士增援曹仁，进攻泗种，关羽带兵相救，二人相遇。关羽与徐晃是老乡，都是河东人，以前二人关系一直很好。此时相遇，两马相对，遥相交谈，只说别来之情，不谈交战之事。分别之情叙完，徐晃下马对士兵高声宣布，得关云长头，赏金1000金。关羽惊慌失措，对徐晃说：“大兄，是何言写？”徐晃回答：“此国之事耳。一个连私情国事孰轻孰重都分不清的人，怎么能担当国家大事？”蜀汉长水校尉廖立曾评价过关羽北征曹仁之事，是与护士永明，做军无法，只以一图耳。意思是个人意气用事。刘禅即位后，追谥关羽为壮缪侯。《史记·正义是法解》对壮缪的解释是：武而不遂曰壮，名与时爽曰缪。由此可见，刘禅时期的蜀汉君臣对关羽已颇有微词，在检讨历史的过程中，对关羽做出了过大于功的客观评价。这就是真实的关羽，既有英武过人之处，又有缺陷错误，是有血有肉的人，而不是尽善尽美的神。据传，清初顺治最初选择的武圣人并不是关羽，而是岳飞，但因为岳飞抵抗的是满清女真人的祖先金人，才转而加封的关羽。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带来的一个历史上真实的关羽，对此您有什么看法？欢迎留言区留下您的评论，感谢您的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